子花4500网购吊坠，鉴定发现值20万，结果被判10年罚10万。2018年，天津的张女士在一个微商那花了4500元买个吊坠，并送给了自己的顶头上司。然而就在2年后，张女士出差时却被当地警方给带走了，并被送到昆明接受审讯。而此时张女士才发现这个吊坠居然价值20万。鉴定结果出来后，还不等她高兴，自己捡了大便宜。第二天，她就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还被处罚了10万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2018年，来到公司几年的张女士要送给上司一件生日礼物，于是就开始在网上到处寻找合适的。在网上浏览了无数商品后，一个微商那卖的佛头样式的鸟骨质吊坠吸引了她的目光。那吊坠看着大小适中，上面的佛头看着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最重要的是，这个吊坠只需要4500元。于是张女士毫不犹豫地联系这名微商，但是对方发来的话却让她感到非常疑惑。这个吊坠你真心想要，我就卖给你，但是你不能透露是在我这买的，我这不支持线上交易，约个地方你来找我。一个普通的吊坠搞得如此神神秘秘，难不成是什么稀罕物？张女士也没多想，就直接去了对方的城市，然后碰面。没想到对方说的话神神秘秘的，人也奇怪，不仅戴着帽子口罩，连墨镜都戴上了。不过拿到那个吊坠的那一刻，张女士也惊了。这个吊坠摸起来非常圆润，质感很好。当她将这份礼物送到上司手中时，上司脸上也露出了惊喜的笑容，这让张女士感到无比欣慰。不过上面我们所说的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2018年，而她被发现调查是2020年，时隔2年，张女士为何突然被发现？其实还是她太贪心，2020年又买了一个摆件，不过这个摆件是从境外运来的，正好那个时候昆明的海关在紧锣密鼓的调查境外走私，事情还要从她再次买了一个摆件说起。2020年，张女士再次被一件精美的工艺品所吸引，这次她选择了一个更加气派的摆件，准备用来装点。就在张女士满怀期待的等待着她的新收藏品时，昆明海关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包裹。经过仔细检查，他们联系了收件人张女士。此时的她还沉浸在即将拥有新摆件的喜悦中，丝毫没有意识到暴风雨即将来临。当警方找上门来时，张女士的世界瞬间天翻地覆。那个时候她还在西安，是在西安警方的帮助下找到她的。在接受调查和传唤的过程中，她才惊觉自己无意中触犯了法律。那个她花费9万5千元购买的巨大摆件是由白犀角制成的。在国际贸易中，某些看似普通的野生动物制品可能在某些国家是合法的，但将其带入中国却是被严格禁止的。更重要的是，当这些物品的数量或价值超过一定程度时，甚至可能面临刑事处罚。张女士当时买的时候坚信佩戴或拥有这些物品能够保护身体健康，带来好的寓意，所以她就买了一个白犀角摆件。昆明警方随即委托西安当地警方进行进一步调查。在询问过程中，张女士不经意间提到了2年前购买的那个吊坠，这个信息立即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警方随即对这个看似普通的装饰品进行鉴定，发现实际上是由濒危物种盔犀鸟头骨制成的非法物品。盔犀鸟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很陌生，它是一种外表独特的鸟类，头顶有一个类似头盔的角质结构，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在许多文化中，盔犀鸟被视为神圣的象征，并且还是热带鸟，在地球上已经生存近千万年。由此可见它有多么珍惜，然而正是这种文化价值，使得它成为偷猎者的目标。张女士万万没想到，她珍爱的收藏品竟然来自这样珍稀的物种。盔犀鸟是保护动物，任何未经允许的捕猎、购买或持有行为都属违法。她的无知让她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非法野生动物制品交易链的一环。这个吊坠实际价值已经高达20万，
那个他花了近10万元购买的白犀角摆件也高达14万。虽然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带回野生动物标本之类的，数额和重量小的情况下不会惩罚，但是显然张女士的2种都已经达到了刑罚的标准。在随后的法律程序中，张女士面临着严重的指控。她的辩护律师竭尽全力强调张女士并不知情，认为应该适用不知者无罪的原则。然而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张女士有责任了解相关法律，确保自己的行为不会触犯法律。知晓此事的很多网友也觉得张女士纯属是遭遇了无妄之灾了。但是不管怎样，她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买卖野生动物的，要说不知情也稍微能理解一点，但是那些专门买卖的也是不在少数。2016年，在一家古色古香的文玩店里，一位热衷于收藏的中年男子正仔细端详着柜台里的珍品，那是一串手串，由盔犀鸟头骨制成的，也是他在微商那里买的。他满心欢喜的将这些珍宝带回家，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仅仅几个月后，他因非法购买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被判处拘役5个月。时光飞逝，来到2022年，在一个繁华的都市里，一位男子对各种奇特的饰品产生兴趣。起初，他只是购买一些手串和挂牌自己佩戴，觉得这些东西能带来好运。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发现这些物品蕴含的商机。他开始涉足象牙、犀牛角等制品的倒卖，幻想着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一夜暴富。可惜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很快就落入了执法部门的视线，最终因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18年，一广告公司的李先生在一次商务饭局上听说了鸿运当头的寓意。据说佩戴由盔犀鸟头骨制成的饰品能够带来好运和财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李先生花重金购买了一件这样的饰品。3年后的2021年，他又听说某种驱邪的物件能保佑身体健康、辟邪，于是他再次出手，购买了一件近1米高的金黄色玳瑁标本。然而命运弄人，这2件物品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反而让他锒铛入狱。这些案例无不警示我们，无知不是违法的借口，每个人都有责任了解并遵守。然而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人因为不了解而误购了野生动物制品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专家建议，如果发现自己无意中购买了野生动物制品，应当立即停止使用，并主动联系当地林业或公安部门上交。这种负责任的行为不仅能够避免可能的法律风险，更是对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一份贡献。作为消费者，我们每个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购买任何商品之前，我们有义务了解其来源和合法性，特别是对于一些看起来特别或稀有的物品，更要提高警惕。我们应该认识到，每一次购买行为都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通过拒绝购买野生动物，我们不仅在保护自己，也在保护那些无声的生命。并且购买野生动物制品的法律风险是巨大的。根据我国相关法律，非法购买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构成犯罪，最高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即使是出于无知或好奇而购买，也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这种代价远远超过了任何野生动物制品可能带来的所谓好处。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行动起来，共同抵制野生动物制品的购买和使用。首先，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和环保意识，主动学习相关法律法规，了解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性。其次，在日常生活中，坚决抵制任何可能涉及野生动物的产品。对于来源不明或可疑的物品，宁可错过也不要冒险购买。再次，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公益活动，通过自己的行动影响身边的人。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相关知识，或者参与线下的宣传教育活动。最后，如果发现有人在销售野生动物制品，应当勇敢的举报。每一个举报行为都可能挽救无数野生动物的生命。让我们携手共创一个尊重生命、保护自然的社会。
真正的财富和好运不是来自于某些特殊的物品，而是源于我们对法律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美好的地球家园。